哎，你真好吃啊！哎呀，太好吃了！哎呀，拿东西起来，有一个妈呀妈呀，好好。这个是我哎，我听说你们两个就是确定关系还挺快的，特别开心，真的特别非开心。常开心。哦，你俩自己也开心吗？我想问你们几个小问题，可以吗？可以。你们从认识到现在大概多少天了29天吧，正好4周。？29天，4周，哇塞，我们男生记得好清楚哈，是不是？对了，我想问一下女孩子嘛哈，我觉得男孩还好一点，女孩子的话，你在机构里面来相亲，会不会觉得怕自己被骗了呀，或者遇到什么托啊，会有这种心态？我觉得最开始肯定会有的，但是我也之前跟朋友说过，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我先真诚的对别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感受到对方是不是真诚的对我。如果根据我的判断标准是真诚的，我们可以继续接触；如果不是真诚的话，那我可能也会及时止损，然后撤退，就这样子。想法就是这样，很简单。真的很棒，就有发现都是真实的哈，没有什么托啊、假的啊，是不是？对，因为他也比较实诚，对，问啥说啥。对对对，真的是，我觉得咱们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男孩，真的特别好的男孩。他性格啊什么的都特平稳，对吧？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非常重要。平稳吗？对吧？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嘛，我听说你俩都是第一次谈恋爱。你是93的，对不对？你是我是89的。你们俩都这么大了哈，这头一次谈恋爱，然后还谈得这么顺利，我也很好奇，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这是有什么心得吗？觉得谈恋爱这么也还蛮顺手的、顺利的。对，在我准备开始相亲之前，我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心理上的准备吧。就是说，既然你已经要决定做这件事情，那上来就要全力以赴，那就要真诚待别人，是这个样子。那也运气比较好，也遇到了同样能真诚待我的朋友。咱们就见了一个，对吧？对对。好，那咱们女孩也说说呗，你怎么就说第一次谈恋爱啊，这么快就很快能进入角色，然后呢就选择了他？我这个人比较性感觉，就是我们俩会聊很多，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也见蛮多人的，对，但是我很在意我跟别人聊天的感觉，就是他让我感受到的是不是真诚，是不是足够信任，是不是足够让我觉得他是靠谱，这是我比较看重的，而且我俩就属于那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反正我们俩，按道理来说他也不太爱说话，但是你性格好啊，但是我原来也见过那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就这种可能就是大家所说的，就是，你的就是你就是有一些是审美上的一些喜欢吧，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抓我手，我也没有很排斥他。对，这种感觉。就是他牵你的手，你也没有排斥是吗？之前见面的时候就说你不用扶我，不用扶我，就这种感觉。对。等于这个男士牵你手什么的，你都没有排斥，都没有给他推开。因为我们俩聊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俩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经常会说，我突然之间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吧？不知道为什么。你俩就是有缘分。这就叫缘分，就是你在想什么，他能说出来，这就是缘分。对，对。哎，太好了！我还听说你们两个表白特别有意思这个跟我讲一讲呗老师也特别的八卦。这个事情从我说起吧，因为我其实内心上讲，第一次见他面之后，聊完我就已经挺喜欢他了。那当时。我其实这个计划也做了很久了。我本来是想，因为我们后面每周都会约出来见面。那最开始的第2、第3周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或者是这个场合不太合适吧，时间不太合适，没有找到时机。对，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时机。我也觉得有点表白太早了也不敢哈。那到第3周的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就是准备先给他买一个礼物。然后转账，对，买了一个手绳，买了一个礼物。然后当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约在了一个饭店，但是当时因为没有提前订，所以没订到包间。那中午送他礼物的时候，这个也不太方便这个场合。但是他送，但是这个礼物对当时已经送给他了。那天晚上我们去了看灯会，去看了一个灯会，对。灯会人也比较多，
那我们看灯会回来的时候，我送他到家嘛。那我觉得这个既然今天礼物都送了呢，一定要把这句话说出口。是的。那最后我们是在送他到家，到他家楼下时候。都我们过了第2天。都已经第2天了，已经是第2天了，才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是就是这个心理仗打了1个晚上，1天，打了1整天，其实是打了2、3周了。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女孩子还是非常认可你的，所以说你的表白也好啊，你的身体触碰也好，哎，人家都是 OK 的，对吧？这就是喜欢了，是不是啊？我觉得你们俩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我看看这个送了一个什么？看看送了一个是你的生香哦，还是挺有新意的。这个店名是叫节省记，所以就是名字比较好。这个名字叫什么？节省记，节省记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个绳子能让你们俩永远都牵在一起，是不是？哎呀，太棒了，非常有创意啊！我没有看出来啊，技术男也这么浪漫。我们的 IT 男也其实是浪漫的，是不是啊？我们的 IT 男是需要有女孩子，所以去开发他的这个浪漫基因的，要不然他们的那个就激发不了，是不是啊？我们也喜欢男生太油腻。那老师在这就祝福你们呗，然后就好好的往下走哈，以后会有什么矛盾啊什么的，大家就学会去经营学会经营感情啊，不要有一点点问题我们就去放弃啦。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我觉得恰到好处就 OK，就不一定非得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一个人不怎么样的。对不对？我觉得人生，你可能现在看这个人很完美，你可能下一刻你就会发现他很多缺点。所以说，难道你放弃吗？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还要放弃吗？对，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去接纳对方的缺点，因为当我们热恋过了之后，会有一些很多人的一些缺点会冒出来。探讨过这个问题。对，大家互相接纳就行了。我非常非常开心哈，我觉得这个能够让2个人在我们这种相亲平台完成你们的初恋并且可能会完成你们最后的一个婚姻大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真的很开心这也是我的初衷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在我这儿真正的找到自己的伴侣，好吧？相亲就应该直接挑明态度。这个视频呢，我是劝女生们咱们相亲是直接奔着找结婚对象去的。相亲就是先看条件，再培养感情。你见得越多越容易挑花眼，总觉得下一个可能会更好。而对男生呢，你可能说不上很喜欢，也说不上很讨厌，就是没感觉嘛。那没感觉就是没眼缘，没眼缘可能就是没缘分嘛。那你就抓紧撤。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相亲对象身上找感觉，那是不太现实的。只能在相处中慢慢的去找，而不可能一上来就可能有。你要是一直在找感觉这种状态去相亲，那你真的找不到。但是你如果非常确定，那你就别端着也别憋着，也别挂着，你这样只会让男生摸不着头脑，人家还以为你在考验他呢。而且呢，年龄越拖越大越难找，遇到满意的就主动的问，不要觉得主动问行不行喜不喜欢就很掉价。你主动问，实际上是在给自己节约时间。觉得行咱就可以吃吃饭、聊聊天聊一段时间之后呢，见过几次这个人跟你投不投缘，你心里已经就有答案了嘛。不喜欢就赶紧拒绝，你也别吊着人家又对人家爱答不理。吃饭呢你也去礼物呢你也收，结果呢腰也不让搂，手也不让牵。你说那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你一定要清楚，在相亲这种大前提下，你能遇到一见钟情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你想让男生对你展开疯狂的追求的几乎是没有的。相亲就是很现实，它也非常的不浪漫，所以劝你们不要抱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好吧，姑娘们。我发现现在的女生她真的有很多幻觉，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冷水。以下的观点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有。幻觉一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了我，那有大把的男人会追我的。我拜托，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那这个事儿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的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2，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都活不下去。可是据我观察到相亲市场来的80%都是女生，而且呢
他们挤破头都要嫁出去。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都会被家里边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呀？幻觉3啊，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找一个有钱的嫁了算了。我真的是哈，我都想笑你们，真的。你认为有钱的男人是很好找的吗？嫁个有钱人很容易吗？人家有钱人又不是没心没肺哈，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4哈，只要我们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任，低下头哄我，不哄我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咯。小妹啊，你真的是哈太天真了，都已经发生关系了，男人的目的都达到了，他怎么会来哄你呢？他来哄你的几率很小。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哈，还能来哄你的话，那是真爱你的人，跟你们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啊没有关系啊。幻觉5，我跟你离了婚，肯定会有比你更好的。我的天呀，你还真的是哈中毒中的太深了，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她都找不到对象了，还别说你一个离异的女人，你还想找一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是什么呀？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吗？他不可能图你离过婚生过孩子还图你人老珠黄吧。你别跟我说你优秀啊，那些优质的男人他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啊，你再优秀他也不一定看得上的，明白吗？有的人他来相亲市场真的注定是来当炮灰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他们来找对象哈，如果自我定位不明确的话呢，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最怕的就是那种哈，人家自我定位虽然不太明确，但是人家对要找的对象啊定位是很明确的。你比如说哈，有的女的她明明长得很丑啊，她还不自知，非要来找高富帅啊，还要参加我们的高端局，她到底咋想的嘛？还有那些离婚带娃的，整天都在奢望着想找一个未婚的人啊，还有那些大姐姐成天幻想着啊姐弟恋能不能美梦成真啊，还有那些年龄一大把的老男人啊，他有点钱啊，就想找个比自己闺女还年轻的姑娘，甚至是没有钱没有颜的男人啊，还想找个大美女。咱就能不能换位思考想一想哈，这些高富帅大美女凭什么人家要找你呢？这个世界上是缺了比你更强大的人吗？这些都还好，最重点的是当他们这一类人哈，他找了一大圈，见了一大堆他们理想中的人，最后呢没有一个看上他的时候，他们还会过来找我说，是不是红娘的水平不到位啊？是平台的资源有问题吧？是男人没有诚意吧？是美女太物质了，甚至是相亲这个形式都不适合她了等等啊。这不就是挺可笑的吗？啊，这到底是红娘的水平不到位呢，还是你自己的水平不到位啊？搞清楚好不啦？啊，如果你是一个 D， 你非要挑战 C， 如果你是一个 D， 你要挑战 C， 那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但如果你是个 D， 你非要挑战 A， 那不就很难了吗？对吧？那你不跟在攀登高峰，那不就是在攀珠峰似的吗？那不就是在攀登珠峰吗？有几个人又上得去呢？何况还是你啊！不要说相亲机构不靠谱，也不要说是红娘不懂你，更不要怪男生没有诚意啊，也不要怪美女很物质，甚至相亲这个形式都有问题了，你就承认自己长得丑，承认自己的吸引力不够，你就承认自己老，承认自己穷，一点毛病都没有，不要自己不成就都是别人的问题，自己啥毛病都没有，没有一点点自我反省的意识，咱不能又老又丑又穷还那么自信吧？是不是像个笑话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昨天我去见了一位单身企业主，我们大概交谈了40多分钟的时间，他呢把自己的情况和要求都跟我说的特别清楚。在我刚要临走的时候啊，这位客户突然跟我说，其实啊你挺专业的，但凡你会玩点套路的话，你会比现在赚的更多。其实呢，我做红娘都12年了，这里边不论是各种大小平台，他们玩的那些套路，我真的比谁都清楚。但是我绝对不那么干的。我早在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当时很知名的平台做首席红娘，那个时候啊，我就已经在服务这些高净值的客户了，一直到现在。因为呢，都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要对得起每一个信任我的客户嘛。我始终认为积累口碑，赢得人心，才是立足市场的根本啊。我只希望认识我的人会说，在北京做红娘的丽欣姐不仅很专业，她还很靠谱，介绍的人也非常靠谱啊，找她找对象就对了呀。
做生意其实没有不赚钱的，但是呢，我一定要赚对得起良心的钱。你说我这样少赚几个钱，但是我不砸自己的招牌，是不是正确的呢？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哈，有一种很神奇的男女关系？当一个女人说我们还是分手吧，但是她其实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哈，她其实就是希望你去哄哄她。但是当一个男人说我们还是分手吧，那么他呢是认真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听说了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哈，外国姑娘呢用超低彩礼攻占了中国相亲市场，国内的小伙们真的是有福了哈。最近呢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哈，国际婚姻开放了，外国媳妇儿开始涌入中国市场，不少人开始炸锅了为什么呢？这些洋媳妇儿他们什么都不要不要求彩礼，不要求车，不要房，在部分人的眼里这不就是来搅局的吗？尤其之前有个俄罗斯姑娘嘛，因为人家不要彩礼被喷得狗血淋头，说她在扰乱市场有男网友就跳出来说嘛，外国女友就是好，尤其是东南亚的踏实能干，要求也低。咱农村小伙说到彩礼、房子、车子，样样都是硬伤根本就承受不起国内女生的这些要求，只能外娶图个负担轻点嘛。但是很多国内的女网友他们就不买账了哈，他们觉得外国的妹子语言文化又不通，生活习惯差异又这么大，你娶回来不是更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吗？你们这些男的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些问题？男女之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哈，但是外娶已经成风了是铁定的事实，已经有数据证明了嘛。可能这个数据会亮瞎你的眼睛哦。2018年外娶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外嫁，2019年男人外娶 2.9 万，比外嫁要多了1万多。中国男人近 60% 都是愿意娶一个外国媳妇儿的哈。听说在广西非常逆天，有10对外籍婚姻里面就有9对是越南新娘。地方上呢甚至会流行这样一句话哈，没娶个越南媳妇儿回家都好像不好意思说自己结婚了。为啥这么火呢？你想想，越南他那个月薪还不到2200元人民币，国内的月入过万的小伙在相亲市场上几乎没戏。但在东南亚姑娘的眼里月入5000都已经很香了，什么车房彩礼都不用哈，只要看中了就愿意嫁。而且呢不只是东南亚，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女孩也都抢着要嫁到中国来。其实说实话哈，中国男人在国际上的口碑还真是不错的。在国外妹子的眼里呢，欧美男人太随性了 hold 不住，日韩的男人呢大男子主义太难受了，中东的男人就没法提了哈。那所以中国男人呢既勤劳又体贴，还很上进，对女人还很温柔，就是他们的梦中情人在俄罗斯如果两家合得来的话，女方的爸妈还愿意倒贴买房买车，就为了找个踏实的人家让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一点。对比咱们国内形势真的有点心酸，有些城市的男女比例都高达1比40了。那些年薪20万以下的小伙子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反观那些月收入才3000的小仙女却嫌弃那些月入3万的小伙子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没有豪车，没有豪宅。那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如果是你会怎么选呢？当今的婚恋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天我在直播间呢，有人就让我聊聊这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你们分析分析。第一如今的80后已经凉了一大批的未婚单身，可能他只能孤独终老了，还有一大批的离异单身，他也找不到对象。剩下的一些正常点的呢，要么就是为了孩子凑合过着，要么就已经走在了离婚和准备离婚的路上。那现在的80后真的是压力山大的一批人。第二呢，咱们再来看看90后，他们是创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结婚率最低的点，也是他们创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生育率的最低点。90后的观念很超前，他们的内心热衷于搞钱，心思没有太多放在结婚生孩子这件事上。而且这一代女生也是有史以来眼光和要求最高的一批人。当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也是在学业工作能力方面普遍较出色的一批女生。但是他们也因此牺牲了爱情和婚姻，对于社会的经济贡献呢，大于了对社会的繁衍贡献，这是他们选择了前者。最后就看看00后，00后是最清醒的一代说他们清醒是因为他们真的太懒了，别说结婚了，就连谈恋爱都懒得谈。他们的世界有太多比爱情婚姻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是什么人生大事，孩子更多余，
有钱就多养几个，没钱啊就别生别养。他们就是这么人间清醒啊！3000多万男光棍都在农村啊。婚恋真实的现状就是，现在在农村呢是一群的男人抢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在城市呢现状是一群女人在抢一个优质男人。农村呢是女人啊带着孩子都照样可以嫁人，而城市呢女人带着房子都嫁不掉。农村的光棍有一大片啊，城市呢剩女有一大堆。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吧？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在北京呢，因为这样的原因谈崩的相亲真的不少。这一对相亲对象啊，可以说非常的般配哈。结果就是因为一个原因谈崩了。什么原因呢？女生是92年的啊，美国留学的硕士，身材学历都很好。回国后啊，在某个大厂做运营管理啊，收入也不少。长相虽然不算大美女，但是有一种知性气质啊，说话很好听，性格也不错。就他这个条件来讲呢，可以说也是无懈可击了。那今天相亲见面的这个男士呢，是89年的啊，在一家央企中层管理，收入呢比姑娘高一些，在北京已经购置了房产啊，也有辆不错的代步车。他的学历呢也很了得，本硕都是清华的，现在博士在读。男生呢身高1.82米啊，这个条件啊，这个男生也算是大部分女生眼中的标配了。结果他俩啊看完资料的时候都挺满意的，可是出来见面的时候呢，就聊到了一个话题。男生问这个女生在国外的时候有没有谈过男朋友，女生呢就实事求是的说嘛，当时谈过一个外国人，大概在一起呢同居了2年，后来呢还是因为生活习惯和性格上觉得不太合适就分手了。男生听到这儿啊就已经决定了结果。他后来跟我说呢，他是不太能接受跟外国人谈过对象的女生的，更何况是跟一个外国人同居过，还居然同居了2年之久，这跟离了一次婚有什么区别啊？大家觉得他到底是因为这个外国人呢，还是因为这个同居才不选择这个女生的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